25年前的秋天，苏花公路在台风中震颤，林振宇至今记得那场雨的重量不是落下，而是倾倒。整座中央山脉的雨水仿佛汇集于此，顺着陡峭悬崖冲向太平洋，能见度不足5米，他却执意要赶回台北。妻子婉柔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坐在副驾，轻声哼着童谣：宇哥，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停一下吧。婉柔的声音里有不易察觉的紧张，再半小时就到苏澳了，那里安全。林振宇紧握方向盘，目光穿透雨幕，仪表盘上刹车警示灯突然闪烁了一下，随即熄灭。他没在意，以为是雨水导致的短路。那辆奔驰 W140是他们结婚时买的，婉柔称它为铁甲武士。此刻这具铁甲在狂风中东摇西晃，转过一个急弯时，林振宇踩下刹车，脚下一空，时间在那一刻被拉长，扭曲。他看见婉柔转头看向他，眼睛在昏黄车灯下亮如星辰。他嘴唇微动，没发出声音，但他读懂了那3个字：活下去。然后是金属与岩石的尖啸，玻璃碎裂的脆响，海水涌入的轰鸣。冰冷淹没感官前，他最后触碰到的是婉柔伸过来的手，以及他怀中婴儿的啼哭。黑暗。25年后，台北信义区 W 酒店，水晶灯折射出的光像碎钻洒满宴会厅，天宇集团25周年庆典，政商名流云集。林振宇站在宴会厅中央，手握香槟杯，却滴酒未沾。50岁的他鬓角已有双色，但身姿挺拔如松，定制西装下的肌肉线条暗示着每周3次的私人健身课。他是财经杂志封面的常客，标题总离不开冷酷、精准、商业帝国这类词汇。没人知道，每年台风季节的夜晚，他仍会从噩梦中惊醒，掌心残留着那只小手滑落的触感。林董，恭喜啊！赵威廉端着酒杯走近，笑容恰到好处地堆在脸上。作为集团副总和创始合伙人，他今天的亚曼尼西装与林振宇的 Brownie 几乎同样昂贵，却总少了那份浑然天成的气度。林振宇微微颔首，目光扫过全场。他的特助陈正浩，前海军陆战队特种兵，现在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，安静地站在5米外，视线永远在评估潜在威胁。宴会厅另一侧，陈小雅深吸一口气，调整了下过大的制服肩膀。这套侍者服是临时借来的，穿在她纤瘦的身子上显得空荡。她把滑落的发丝重新塞进发网，端起沉重的红酒盘，小心点，摔了你可赔不起。领班经过时低声警告，小雅点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3天前，屏东育幼院的阿嬷被确诊需要心脏手术，费用是80万台币。对他这个月薪2万8的清洁工来说，那是天文数字。今天是集团庆典，临时侍者时薪800，他央求领班让他加班。红酒在水晶杯中荡漾，映出他清秀却苍白的脸。25岁的年纪，眼周却有细纹，那是长期熬夜打工的痕迹。唯一特别的是那双眼睛，琥珀色瞳孔在灯光下泛着微光，像某种野生动物，警觉而坚韧。他穿梭在香槟与香水的气味中，努力避开那些昂贵西装和礼服裙摆。一条朴素的银项链从他领口滑出，挂坠是个小小的贝壳状银片，边缘已磨得发亮。哟，这不是清洁部的小雅吗？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。小雅心头一紧，说话的是赵副总的秘书 Lisa， 上个月曾撞见她跪在地上擦拭电梯缝隙，当时那高跟鞋几乎踩到她手指，临时来帮忙。Lisa 挑眉，红唇勾起讽刺的弧度，端稳点，这里的杯子比你1年薪水还贵。小雅低头，沉默地绕开。这是他在台北学会的第一课，在有些人眼中，底层劳动者如同隐形，只有在出错时才会被看见。宴会进行到高潮，林振宇走上台致辞，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每个角落，低沉而具有穿透力。25年前，天宇只是一间10平的办公室，3张二手桌椅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投向虚空某处。有人曾问我，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我想说，不是智慧，不是机遇，而是就在这时，赵威廉朝小雅的方向移动。他正与几位董事谈笑，左脚看似随意地向后挪了半步。
这个动作微小到几乎无人察觉，除了陈正浩，这位前特种兵眉头微蹙，但距离太远，来不及阻止。小雅端着红酒盘，视线被一位身材高大的客人遮挡。等她看见那只突然出现的锃亮皮鞋时，已经来不及，身体前倾，托盘脱手。6杯1990年的罗曼尼康帝飞向空中，深红色酒液如血般泼洒，水晶杯碎裂的声响清脆刺耳，时间仿佛瞬间凝固。全场目光聚焦于这个穿着不合体制服僵在原地的女孩。红酒渍在林振宇深蓝色的 brownie 西装上迅速开，像一朵狰狞的花。他的发言戛然而止，眉头紧锁。天啊，你这笨手笨脚的！赵威廉第一个冲过来，声音里恰到好处地混合着震惊与愤怒。保安，把他带出去。2个穿制服的保安快步上前，小雅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有人办，还敢狡辩。赵威廉打断他，转身对林振宇说：振宇，这些临时工素质太差，我马上叫人处理。林振宇抬手制止保安，目光扫过小雅惊恐的脸。他本欲挥手让她离开，这点损失对他来说微不足道。然而就在女孩弯腰捡拾碎片时，那条银项链从她领口完全滑出，在灯光下晃动。时间第2次为他静止，林振宇瞳孔骤缩，他推开赵威廉，2步跨到小雅面前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力度之大让女孩痛呼出声。你从哪里偷来的？他的声音嘶哑，完全不像平日那个冷静自持的林董。这是我亡妻的遗物。全场哗然，快门声此起彼伏，记者们如闻到血腥味的鲨鱼。小雅吓坏了，本能地用另一只手护住项链。我没偷，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，放开我。你妈妈？林振宇冷笑，但手在颤抖，他太熟悉这条项链了。贝壳形状，边缘有独特的花纹，是他在九份老街一家精工店定制的。婉柔生前从不离身，他强行扯下项链，银链在小雅颈后划出一道红痕。女孩的眼泪终于落下，混合着屈辱与恐惧。我现在就报警！林振宇掏出手机，却在手指碰到屏幕前，鬼使神差地将项链翻了过来，背面应该刻着字。如果这是真品，他的手停在半空。宴会厅静的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微弱声响，所有人都屏息注视着这一幕。千亿总裁抓着一条廉价银链，如同抓住救命稻草。项链背面确实有字，岁月磨蚀了部分笔画，但繁体中文依然可辨。非与爱柔，至死不渝。非林振宇的呼吸停止了，记忆如海啸般将他吞没。非25年前九份老街狭窄的阶梯，年轻的林振宇牵着怀孕7个月的婉柔，小心避开游客。菲菲慢点，医生说你要多休息。菲菲婉柔轻笑，手指抚过隆起的小腹。宝宝说想吃阿婆芋圆。菲他们在一间不起眼的精工店前驻足，橱窗里陈列着手工银饰。婉柔被一条贝壳项链吸引，店主是位老师傅，说可以定制刻字。菲刻什么？老师傅问。菲林振宇想了想，与爱柔至死不渝。菲婉柔脸一红，轻捶他肩膀。肉麻，眼神却甜得像蜜。菲项链完成那天，婉柔戴上它，在昏黄灯光下转身，好看吗？菲不及你1/1000。他吻她的额头。那时他们还不知道，3个月后这条项链将成为遗物，或者是信物。非林董。陈正浩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。林振宇抬头，发现自己在流泪。50岁的男人在众目睽睽下泪流满面，他不在乎，他的目光死死锁住眼前的女孩，这个穿着侍者制服、吓得发抖的清洁工。仔细看，他的眉眼，那琥珀色的眼睛分明是婉柔的，而抿嘴时的倔强和自己年轻时一模一样。你今年几岁？他声音沙哑的可怕。小雅后退半步，被陈正浩轻轻拦住去路。25，生日是哪天？我不知道。小雅哽咽。阿嬷说我是被冲到屏东海边的，大概是9月台风最多的季节。林振宇手中的项链烫得像火炭。1998年9月17日，台风巴比伦登陆台湾。那天，他的女儿林思婷刚满月。那天，他失去了整个世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小雅。尔东陈，大小的小，优雅的雅。
他补充，是育幼院阿嬷取的名字，陈小雅、林思婷。林振宇闭上眼睛，在睁开时已恢复了几分往日的冷静，但那冷静下是汹涌的狂涛。他转向陈正浩，封锁宴会厅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联系台大医院李院长，请他立刻带 DNA 鉴定团队过来，设备也带来，我要现场做比对。振宇，你疯了！赵威廉脸色发白，为了一个清洁工这么大动干戈，这明显是偷。赵副总，林振宇打断他，目光如刀，在结果出来前，请你也留在这里。这句话轻飘飘的，却让赵威廉额角渗出冷汗。接下来的2小时，台北上流社会见证了前所未有的场景。在 W 酒店宴会厅，台大医院最顶尖的团队搭建起临时实验室，采血、提取、分析，所有步骤在媒体长枪短炮下进行。小雅被安置在贵宾室，女助理送来干净衣服和热茶。她茫然地坐着，手指无意识摩挲颈间，那里空荡荡的，25年来第一次没有项链的触感。门外，林振宇靠着墙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陈正浩安静地守在一旁。正浩在，如果他是婷婷，林振宇声音哽咽，我该怎么面对他？这25年，他在育幼院长大，做清洁工，而我住在阳明山的豪宅里。陈正浩沉默片刻，老板，当年车祸后，你找了他们3年，几乎花光所有积蓄雇搜救队，差点把公司拖垮。居不够。林振宇碾灭烟蒂，永远不够。走廊另一端，赵威廉在卫生间里反锁门，拿出备用手机，手指颤抖地输入信息，非当年苏花车祸档案全部销毁，立刻非发送。他盯着屏幕，直到已送达字样出现，才深吸一口气，冲掉马桶，洗了把脸。镜中的男人眼中有血丝，但笑容已经重新挂上。他整理好领带，推门出去。李院长亲自拿着报告走向林振宇时，全场寂静。这位医学泰斗的手竟也在微微颤抖。振宇，李院长将报告递给他，你自己看吧。林振宇没有接，他盯着老友的眼睛，你直接告诉我。李院长深吸一口气，声音清晰传遍寂静的宴会厅，非亲子关系概率 99.99%。陈小雅女士是你的生物学女儿。非时间第3次静止。然后那个不可一世的千亿总裁当着全台北媒体、政商名流集团股东的面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永生难忘的动作。他扑通一声跪在了这个穿着廉价制服的女孩面前。林振宇跪下的瞬间，小雅手中的茶杯掉落，瓷片四溅。他看着他，这个1小时前还高高在上，被他泼了一身红酒的男人，此刻跪在地毯上，肩膀颤抖，泣不成声。婷婷，他抬起头，脸上泪水纵横。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找了你25年啊。小雅后退，撞到沙发边缘，她的世界在旋转。屏东的育幼院，阿嬷温暖的手，北上的巴士，清洁工制服，医院的缴费单，这些碎片在脑海中飞旋，然后被一个巨大的事实击碎。他是林思婷，天宇集团千金。这个跪在地上的男人是他父亲。不，他摇头，这不可能。我是弃婴，阿嬷在海边捡到我。海边？屏东哪个海边？林振宇急切地问。你身上除了项链还有什么？小雅茫然回忆。阿嬷说，我被裹在一条毯子里，蓝色的，角落绣着一艘小船。林振宇如遭雷击，那是婉柔亲手绣的婴儿毯，因为她说希望女儿的人生一帆风顺，婉柔便绣了艘小帆船。赵威廉的声音突然插入，振宇，这太荒谬了，说不定是有人知道了当年的事，故意找来个长相相似的女孩。闭嘴！林振宇站起身，目光转向赵威廉，那一瞬间，他眼中的脆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杀意。正浩，陈正浩立即上前，赵副总，您的手机。什么？你凭什么给他？林振宇的声音不高，却让赵威廉脊背发凉。手机被强制解锁。陈正浩快速操作，几分钟后将屏幕转向林振宇。15分钟前，一条加密信息发送到未知号码，内容要求销毁苏花车祸档案。赵威廉脸色煞白，这是诬陷。振宇，我们30年交情，正因为30年交情，我才一直没怀疑你。
林振宇一步步逼近。当年车祸后，是你主动联系搜救队，是你告诉我确认无人生还，是你劝我节哀顺变，专注事业。公司最困难的时候，是你拿出资金入股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冷。但如果婷婷还活着，如果婉柔也可能还活着，为什么搜救队没找到？为什么你坚持停止搜索？赵威廉后退，撞到香槟塔，水晶杯哗啦倒地，如同他此刻崩塌的防线。因为刹车是你动的手脚，对吗？林振宇的声音轻得像耳语，却足够让前排记者听见。你想得到公司，但婉柔的父亲，我岳父持有30%股份，而且明确表示只会传给婉柔或我们的孩子。如果我们都死了，按照协议，股份会回流到公司，而当时你已经是第2大股东。没有证据，你这是污蔑！赵威廉嘶吼，但眼神已经出卖了他。陈正浩举起平板电脑，警方已经拦截到接收赵副总信息的人。巧合的是，此人正是当年搜救队队长，现已退休，住在花莲。他承认在赵威廉指示下谎报搜寻结果，并将一名女婴送往屏东。屏幕上是视频连线，一个憔悴的老人在警察局里垂着头，女婴还活着，裹着蓝毯子。赵先生说处理掉，我以为是要灭口，但我下不了手，就开车到屏东，放在教堂门口。项链，我不知道什么项链。小雅捂住嘴，泪水涌出。她听到了蓝毯子，那是阿嬷捡到她时包裹她的毯子，她一直珍藏至今。为什么她看着赵威廉，为什么连婴儿都不放过？赵威廉突然笑了，那笑声疯狂而绝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受够了。振宇，大学时我就比你优秀，成绩比你好，人脉比你广，可叶婉柔选择了你，她父亲把资源都给了你，我赵威廉永远是你的副手，你的陪衬。他指着林振宇，手指颤抖。车祸后，我看你那么痛苦，本来有点愧疚，但公司在你手里越做越大，天宇成了千亿帝国，而我呢，还是赵副总。连我儿子申请公司管培生都要经过3轮面试，所以你就要夺走我的一切。林振宇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可怕。是你先夺走我的一切！赵威廉咆哮。就在这时，宴会厅大门打开，几名警察走进来，带队的警官向林振宇点头示意，然后走向赵威廉。赵先生，你涉嫌谋杀未遂、伪造证据、商业欺诈等多项罪名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手铐扣上的声音清脆刺耳。赵威廉被带走时，回头看了林振宇最后一眼，那眼神复杂，有恨意，有悔意，还有一丝解脱。闹剧落幕，主角却尚未离场。林振宇转向小雅，不是思婷。他伸出手，又缩回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婷婷，他尝试呼唤这个名字，舌头生涩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。25年，我错过了你第一次走路，第一次说话，第一次上学。思婷看着他，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，他的父亲，他应该恨他吗？可他也在寻找他，他应该拥抱他吗？可他们之间隔着25年的空白，最后他只是轻声说，阿嬷的手术还需要70万。林振宇愣了一下，随即泪水再次涌出。他的女儿在身份揭晓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救养育他的人，阿嬷会得到最好的治疗。他承诺，你也会。但如果你不想认我，我理解，我会给你时间和空间，无论你需要什么。思婷摇头，泪珠滚落。我不知道，我需要时间想想。好。林振宇连连点头，对陈正浩说，安排车送小姐去她想去的地方，派2个人保护，但不要打扰她。思婷走到门口，停下脚步，转身，那条项链能还给我吗？林振宇连忙从口袋掏出银链，小心递给他，指尖相触的瞬间，两人都微微一颤。思婷将项链带回颈间，贝壳银片贴着皮肤，微凉。25年来，这是母亲留给他的唯一念想。现在他知道，这也是父亲对母亲的誓言。他走出宴会厅，镁光灯疯狂闪烁。明天的头条已经预定，千亿总裁贵人清洁工女儿，25年前的阴谋与救赎。但此刻他只想回到屏东，抱抱阿嬷。第二天，天宇集团总部顶楼会议室，董事会成员正襟危坐，窃窃私语。
昨天的事件已经传遍全台，股价早盘波动剧烈，公关部电话被打爆，门开了，林振宇走进来，身边跟着一个年轻女孩。她没穿昨天的逝者制服，也没穿奢侈品牌，而是一套简单的米白色裤装，长发扎成干净的马尾，颈间的银项链在灯光下微微反光。各位，介绍一下，林振宇声音平稳，这是我的女儿。林思婷，从今天起，她将进入董事会，并逐步接管集团事务，满座哗然。林董，这不符合程序。思婷在国外学的是艺术史，对商业一窍不通，股价已经下跌3个百分点。我们应该先稳定市场。林振宇抬手，会议室瞬间安静，程序可以修改。他看向第一位董事，知识可以学习。看向第二位，至于股价，他转向思婷。思婷，你认为天宇集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所有目光聚焦在这个昨天还是清洁工的女孩身上。思婷深吸一口气，她一夜未眠，但此刻眼神清澈。我看了过去5年的财报和项目，天宇在都市更新和科技投资上很成功，但忽略了基层员工福利和环保责任。清洁部门平均薪资低于市场水平15%，而我们的建筑工地曾因污染被罚款7次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，企业像一棵树，不能只长高，也要扎根，否则台风一来，最先倒的就是根浅的树。有人露出不屑，有人沉思。林振宇眼中闪过骄傲，这就是天宇未来的方向。另外，我宣布捐赠10亿，成立婉柔基金会，专注于儿童福利和环境保护，由思婷负责。散会后，父女俩站在落地窗前，俯瞰台北信义区高楼林立，街道如棋盘。害怕吗？林振宇问。思婷诚实点头，怕，但我更怕让您失望。你永远不会让我失望。林振宇声音轻柔，你已经比你想象的更强大。在育幼院长大，独自北漂，照顾生病的阿嬷，这些经历是任何商学院都教不来的。思婷沉默片刻，爸爸2个字让林振宇浑身一震。他等了25年，终于等到这声呼唤。我想回屏东接阿嬷来台北治疗，也想去看看妈妈出事的地方。林振宇点头，我陪你。3天后，苏花公路，台风季节尚未到来，天空湛蓝，太平洋在阳光下铺开万顷碧波。车子在某个转弯处停下，那里立着一座小小的纪念碑，是林振宇多年前偷偷立的，只有2个字：无爱。思婷下车，海风扬起她的长发，她蹲下身，触摸冰凉的碑石。妈妈，她轻声说，我回家了。林振宇站在他身后，泪流满面。从屏东接阿嬷的过程很简单，老人家起初不敢相信，直到看见思婷颈间的项链，才老泪纵横。我就知道，捡到你那天，你笑得那么甜，一定是好人家的孩子。林振宇对阿嬷深深鞠躬，谢谢您，救了婷婷，养育她成人。从今以后，您就是林家的恩人。阿嬷的手术很成功。出院那天，思婷推着轮椅，林振宇在一旁撑伞。记者想采访，被陈正浩礼貌拦下。给他们一点空间吧。这位前特种兵难得温和地说。1个月后，天宇集团宣布多项改革，基层员工加薪20%，成立企业托儿中心，所有新建筑必须符合最高环保标准。起初有股东反对，但当季度报告显示员工效率提升18%，品牌好感度飙升后，反对声渐渐消失。思婷开始学习商业管理，但她坚持每周去1次清洁部门和曾经的同事们聊天，这样我才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。她说，赵威廉的审判在3个月后进行，证据确凿，被判25年有期徒刑。宣判那天，林振宇和思婷都没出席，有些伤口不需要反复撕开。秋天来了，思婷的26岁生日，林振宇在阳明山宅邸办了小型家宴，只有阿嬷、陈正浩和几位真正的老友。蛋糕上写着欢迎回家，思婷吹蜡烛时许愿，希望所有走失的孩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。饭后，父女俩在花园散步，桂花开了，香气馥郁。爸爸，思婷忽然说，您还记得妈妈的样子吗？每一分每一秒都记得。林振宇从钱包掏出一张泛黄照片，上面的女子笑靥如花，颈间正是那条贝壳项链。思婷摸着自己的项链，
轻声说：“我觉得妈妈一直在保护我，每次遇到困难，握着项链就好像有力量，她一定在。”林振宇仰望星空，就像你回来的那天，如果不是项链，我可能就错过你了。命运或许会让你暂时蒙尘，但血浓于水的亲情终将穿透岁月的迷雾，带你回家。夜深了，书房里，林振宇翻开一本新相册，第一页是婉柔的单人照，第二页是婴儿时期的思婷，第三页是空白了25年的岁月。现在他可以开始填充了。思婷大学毕业照他错过了，但可以去补拍。第一天上班，第一次主持会议，还有未来，也许他会恋爱、结婚、生子。门被轻轻敲响，思婷端着2杯热牛奶进来，睡不着，在想你妈妈。林振宇接过杯子，如果他知道你长大了，这么优秀，一定很骄傲。思婷在对面坐下，爸爸，您会再婚吗？林振宇摇头，这辈子只爱过你妈妈一人，可是妈妈一定希望您幸福。有你在，我就很幸福。林振宇微笑，不过你该多认识些年轻人，王董的儿子刚从英国回来，要不要？爸。思婷哭笑不得，我才刚回家，您就想把我嫁出去？父女俩相视而笑。窗外，台北的灯火绵延如星河。这座城市见证过太多故事，野心与背叛，失去与寻找，绝望与希望。而今晚，阳明山上一盏灯下，一个破碎了25年的家庭终于重新完整。故事的最后是思婷坐在办公桌前签署一份文件，那是婉柔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，在屏东建立一所儿童之家，专门收留失亲儿童。签字笔落下时，项链从领口滑出，银光闪烁。他触摸着贝壳银片，轻声说：“妈妈，我回家了，而且我会让更多孩子也有家可回。”太平洋的风从东方吹来，拂过台湾岛屿，拂过25年的时光，最终停在一颗终于完整的心上。回家的路或许漫长，但每一步都值得。